基尼奇不抽专武的话，有什么好的替代呢？本期我们来分享一下基尼奇的武器选择。首先是 T0 级别的选择这个排名不分先后了。维海信标这把从头到尾只 up 过2次的武器，也不知道是哪些玩家有。但这把武器呢，因为它给到了暴击率的副词条嘛，所以基尼奇比较轻轻松松就可以实现满爆了。但是因为基尼奇和马拉尼不一样突破加的是爆伤，所以不带暴击头就可以了。就算是带了暴击头，其他副词条不要暴击率的话，溢出的情况也是比较有限的，算是降低了对双爆词条的需求。如果能够配平呢，上限倒是挺高的。那么它的被动是元素战绩命中敌人会增加攻击力，受伤也会增加攻击力，所以就不是很推荐带盾。然后是老牌的王者狼墨狼墨这把武器其实没什么好多说的，它就是攻击力加的非常多，力大专飞嘛。那相对来说，组队的时候会对攻击力拐的需求降低一些。而接着是非常稳健的一个选择，就是金武的月卡武器吃骨剑。主要的优势就在于只要不受伤就可以给增伤，那刚好基尼奇是一个非常缺增伤的角色，所以金武的吃骨剑只要不受伤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但是白值相对低了一些，所以组队的时候最好能带上攻击拐。然后是蜈蚣大剑，这次呢也可以用，带上钟离的话呢，叠层还是比较容易的嘛。紧随其后的是纳维亚的专武彩断，特效看起来很诱人，只要捡到结晶盾就能获得增伤。但我实际体验了一下，感觉比较蛋疼，就是你在转圈的时候还要去注意结晶盾，然后一不小心可能就转到结晶盾的对面了，再跑过去是结晶盾的，这一波操作就，所以这个增伤效果看看也就算了，除非是组队的时候有什么骚点子可以让结晶盾自己吸过来嘛。但是总归它给的属性都能用，所以表现还可以然后 T0 这个级别的守门员就是吃满 buff 的金一吃骨剑，接着 T1 的天花板是吃满 buff 的松赖。但是松赖想要吃满 buff 就要先叠层去平 A， 有一定的启动成本，而且它就算叠层叠完，它和纳塔的这把赠送的4星锻造武器也没有拉开特别大差距。没错，就是这把在剧情里被火神爆掉的武器。当然前提是这把武器得金5如果是金1的话，那么伤害大概会下降7%左右。但总体来说，这把武器算是保底了基尼奇的伤害，高白值，而且触发特效的要求很宽松嘛。只要队伍中有角色触发了火元素相关反应，就能提供增伤，我觉得是平民优选。那接着聊聊棒，聊聊棒这个特效呢，我就不太清楚，它是能叠加的触发，还是只能选择一个触发？如果是能叠加的触发，那就和吃骨剑一样，非常不错，就是又给自己火元素附着，又给自己别的元素附着，然后吃到了加攻击力，又吃到了增伤效果。那如果说只能选择一种，就是比如说火元素附着之后，其他的附着就不生效了，那么它的伤害表现也就和锻造武器差不多。总之就是附着这个玩法到目前来说，除了班尼特多利燃烧还有被怪物打，好像也没有别的应用前景再往下呢，就是枫丹的这把锻造武器，金5的表现也还行，和他半斤八两的还有1斗的武器，虽然提供了高额的爆伤，但在攻击力白值和特效上没有太大的优势。不过组队的话，带上攻击力拐，爆伤就有优势了嘛，所以还是可以用的。那么 T1 的守门员是这把极霸剑，就是枫丹赠送的这把4星武器，需要去帮助美露星做任务才能把这个特效拉满那再往下，像什么视作恶王丸、天空之奥、黑岩、噬铁之花、桂木斩长阵这些武器呢，差距就比较大了。除了黑岩，金5在对群的环境下吃满特效是很不错，是可以用的。但是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个冷门的选择了，是有点邪门的选择了。兑换武器还是金5，还是兑换了弱势的双手剑，这个概率也太小了吧。所以个人对于基尼奇武器选择的推荐是，有5星限定武器就用5星限定武器，它们之间的伤害差距呢也没多大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直接上纳塔的锻造4星，一步到位。大月卡玩家手里有吃骨剑呢，那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好的，那么本期呢就到这里，我是提瓦特地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